大家好，每日分享食用妙招，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。平时购买的一些肉类呀，我们都会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，这样可以延长冻肉的保存时间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放在冰箱里的冻肉也是有保质期的，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清楚，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。家里有冰箱的，我们都会在冰箱里储存一些食物。那冷冻室呀，一般都会冻一些冻肉、鱼类等等，这样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保存肉也是有保质期的，千万不要超过这个日期。如果冻肉超过这个日期呀，它的口感会变差，营养也会流失。严重的话，还会在储存过程中滋生大量的细菌。所以在保存肉的时候，也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冻肉啊，已经保存了很长时间，明显可以看出它和新的冻肉啊差别很大。这个肉已经像风干的样子，而且颜色很深。下面我们就说一下各种肉的保存时间。第一，我们来说一下肉类保存。家用冰箱冷冻室温度为-18度，可以存放买来的新鲜肉类、鱼虾和家禽。将买回来的各种肉类按食用量分别装入保鲜袋，挤出空气，按类存放，吃多少取多少，切记不要反复的冻溶，否则在解冻的过程中就会将细菌再带入冷冻室第二次冷冻。那么新鲜的肉类呀，我们大概存放3个月至6个月，但是建议1个月内吃完是最好的，这样口感也最佳。第二个就是鱼类存放。买回来的鱼虾呀，如果当天吃不完，按食用量分装保鲜袋，挤出空气。在这里要注意，海鲜类鱼类呀，保质期也就3个月，最好在1个月内将它吃完。像鱼虾如果保存的太久啊，它的营养一定会流失，而且口感会变差。虾类呢，它就会发软，鱼类呢，它就会发硬，吃起来跟新的差别特别大。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，最好要买新鲜的鱼虾给孩子吃，不要吃冷冻的。再来说一下牛肉、羊肉等等，像这些肉如果是比较瘦的话，那么保质期会偏长一点。牛肉和猪肉的保质期啊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牛肉啊它是比较瘦，蛋白质含量高，那么猪肉啊它是比较肥。如果肥肉比较多的话，那保质期一定会减少的。如果肉处理得当，密封好，可以保存1年，1年以内将肉吃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肉类呀一定要尽早吃，这样才会保留原有的鲜味和营养物质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所以冰箱里的冻肉啊，我们都要尽快吃完。那看完视频呢，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平时我们买回来的肉类呀，都会放在冰箱冷冻起来，那么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也很方便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放在冰箱里冷冻室的冻肉也是有保质期的，如果过了这个保质期，就最好不要吃了。那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家里冰箱冷冻室呀，经常会放上一些冻肉、海鲜等等。大家总是认为将肉啊放在冰箱冷冻室里就放心了，肉怎么也不会变坏，放多久都行。其实放在冰箱冷冻室啊，也是有保质期的，就和其他食品一样。那过了保质期，冻肉啊就最好不要再吃了。平时我们吃的猪肉、牛肉、羊肉，虽然冷冻1年也能吃，但是这么久啊，口感已经不好了。而且肉类放在冰箱里太久啊，水分会流失，口感也会变差。如果在保存冻肉的时候处理一下，密封好，包装好一点，也许水分流失就会差一点。但是有时候如果包装不严，随便装一下就直接放在冰箱里呢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肉的表面发白，并且吃起来很难吃，口感也很差。那么我们保存冻肉大概保质期是多久呢？如果是新鲜买回来的这个猪肉、羊肉、牛肉等等，我们放在冰箱里最好在6个月之内将它吃完。那像鸡、鸭、鹅等这些禽类，它保质期会长一点，我们建议8个月内将它吃完，放久了变柴不好吃，营养也会流失。接下来再说一下海鲜类，像鱼类、虾类、贝类这些海鲜和其他肉类相比呀，保存时间并不长。说到海鲜，一般吃的就是新鲜，建议大家2个月内将它吃完。而且没经过处理的海鲜呀，直接放在冰箱里也会容易滋生细菌，
这种低温呀，也不是隔绝细菌的滋生，所以建议大家海鲜还是新鲜的最好，最好是现买现吃。另外提醒大家，家里的冻肉啊，最好要分装好，千万不要大块的直接去将它解冻。如果吃不完再放冰箱的话，很容易再滋生细菌。将肉分装好，用多少拿多少，千万不要反反复复的拿出去。如果保存不当的话，就会滋生细菌，这样对我们人体也不利。小编建议大家，不管我们买回来的什么肉，放在冰箱里冷冻室，最好在1个月内将它吃完，而且不要大量的囤肉，只有新鲜的肉吃起来口感才好，营养也不会流失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通过以上的讲解，大家知道冻肉的保质期了吧？那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排骨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美食，但是很多人发现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排骨总是没有外面好吃，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是我们在焯排骨的时候缺少这一步，下面就跟安姐一起看看是哪一步吧。买回来的排骨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清洗，可以清洗掉排骨上表面的血水和脏东西。轻轻抓洗排骨大概1分钟左右，大家可以看到水已经变红了，而且水上浮着脏东西哦。那么清洗之后呢，我们准备第二步，在锅里倒入冷水，千万不要热水哦。接着放入几片生姜，再放少量的白酒。放入白酒能使肉变得是更加鲜嫩。最后把洗好的排骨放入锅中，这时开火让肉在锅里慢慢的烧煮，用冷水能够把肉里面的血味也慢慢的烧出来。如果一开始用热水的话，那么肉是直接凝固，那肉里面的血水也就出不来了。很多人经常把这一步搞错，导致肉比较腥，而且肉呢比较柴。大家要切记，焯排骨的时间不宜太久，刚看到锅上浮起一层白沫就可以关火捞出。排骨焯时间太长，就会导致肉变得很老，而且肉的香味也会减少哦。最后一步，捞出的排骨要用清水过一下，很多人都把这一步漏掉了，所以肉吃起来比较柴。过一遍清水可以让肉变得是更加紧致。经过以上几个步骤，焯过的排骨已经变得非常干净哦，肉不仅紧致，还特别鲜嫩，这样处理过的排骨做出来是更加的好吃，不会又柴又老，还行哦，非常的不错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焯排骨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？是不是非常实用呢？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平时我们买回来的肉类呀，都会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，那么用的时候都会拿出来解冻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每次解冻啊是太浪费时间了。今天教大家一招，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解冻肉哦。平时我们做菜的时候，如果着急用肉的话，那么冻肉如何快速解冻呢？如果用了错误的方法，就会导致冻肉口感变差。那今天跟我学一下如何快速解冻肉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盆子，最好是铝盆子或者是不锈钢的。将要化冻的这个肉啊，我们直接放在盆中，撒上食盐，再倒上白醋，接着倒上少许的啤酒，啤酒是可以提鲜去腥的。最后我们一定要倒上冰凉的凉水，要记住千万不要用热水，如果直接倒入热水的话，它只会融化表面的肉，而里面还是冰冷的，这样还会影响口感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盆子压在上面，最好是拿铝盆，因为这个铝盆可以超强导热性，可以迅速将肉的表面温度与周围空气持平，从而加速冻肉解冻。另外，食盐可以降低冰点，可以加速冰的融化，而白醋里面有一种叫做冰醋酸的物质，可以降低水的冰点。所以用这个方法呢，3到5分钟就可以快速解冻肉。5分钟左右把盆子取下来，这时再观察一下这个肉，刚才硬邦邦的肉完全解冻了，看外表的话颜色是非常新鲜，一点都没有影响。最重要是3到5分钟就可以快速解冻肉，省下不少的时间哦。另外再分享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平时买回来的肉啊，我们最好将它切成小块，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方便我们下次使用。
就不用一大块来解冻了，用多少就拿多少，用一块就拿一块。再准备一个袋子，直接把这个肉放在袋子中，把袋子密封好，最好准备这种密封袋，上面可以标记数字。平时我们冻肉冻的时间标注上面，下次再使用冻肉的时候就知道保质期有多久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解冻肉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